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日本的 H3火箭发射失败严重的冲击日本的国民心理。3月7号，日本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H3的首发遭遇失败。初步调查结果呢，是火箭2级电源系统发生故障，没能够点燃主发动机，地面控制人员呢被迫将火箭自毁。其实，在2月23号 ，H3火箭呢就是尝试发射，因为1级火箭遥测信号异常，被迫临时取消。但是推迟了2周之后呢，发射还是失败了。航天发射呢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，当今所有的航天国家，包括俄罗斯、美国、中国、欧洲、日本和印度，都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发射失败。特别是在早期时代，美国和苏联的火箭发射成功率都很低，不断的发生爆炸事故，让国家的最高领导部门都胆战心惊。我们国家目前的主力火箭长征5号，在2017年也遭遇过飞行失败，之后用了2年半的时间查找问题，完善技术，才恢复了飞行，并且持续成功。日本的 H3火箭呢是首次飞行，很多设计和地面试验的成果需要靠真正的发射来验证。火箭发射呢非常复杂，出现故障并不意外，我们呢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嘲讽日本。但是对日本来说， H3火箭发射失败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，而是严重的冲击了社会心理。在日本民众看来呢，日本是一个工业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，在很多领域，美国为了防止日本超越自己用或明或暗的手段来压制日本的发展。不过在火箭技术上，美国人却没有阻止日本，因为日本的火箭技术对美国是完全透明的，日本所具备的航天发射能力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补充。日本最早的运载火箭技术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搞出来的。火箭呢极其精巧，几乎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精雕细刻。按理说，这是非常符合日本人的工匠精神的。日本的工业产品的质量在全世界的口碑都很不错，所以 H3火箭这一摔完全冲击了日本对自己高技术制造能力的自信。从 H3火箭扩展到更大的航天技术领域，日本人的这种不安感就更加强烈了。3月7号，在 H3火箭失败当天，美国外交官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讨论了亚洲的航天计划。在亚洲，真正可以算得上拥有自己的航天能力的，只有中国、日本、印度和韩国。伊朗和朝鲜呢，虽然自称发射了运载火箭，但是并没有人造卫星成功入轨运行的记录。近几年来呢，中国和美国包揽了世界航天年度发射数量的冠亚军，其他所有的国家，包括欧洲和俄罗斯都望尘莫及。中国还拥有自己独立的卫星导航系统、空间探测体系和载人空间站，拥有上百颗高分辨率的对地观测卫星，这些成就还是在美国的严密的封锁之下取得的。印度与韩国的航天水平落在中国后面，这似乎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但是日本在航天发射上却一度是抢在中国前面的。1970年，中国筹备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。日本为了和中国争夺名次，强行提前2个月，在2月11号发射了一颗只有24公斤重的人造卫星大宇，而中国送上天的东方红1号重达173公斤。此后，日本在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上面呢，很是有些成就。虽然没有开展载人航天活动，但是在应用卫星具体性能和零部件的技术水平上，还是要比中国先进不少的。特别是日本的上一代火箭 H2， 比中国的主力火箭长征3号系列那是全面领先咯。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，中国迅速追赶了上来。如今，中国不但有自己的空间基础设施体系，还能出口完整的通信卫星或者是遥感卫星。日本每年的航天发射的次数，连中国的零头都赶不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日本宇宙航空开发机构用举国之力造出来的 H3火箭首发失败，对日本整个社会心理上的打击，应该说还是很沉重的。其实呢，日本制造业的问题并不在于火箭，而是在于更广泛的国民经济。我们相信 H3火箭经过一段时间的故障调研和技术改进之后，
还是可以取得成功的。但是日本传统的工业强项被中国一个一个的超越，日本呢，因为体制、机制和资源问题，已经拿不出追赶的气势来了。再过上一段时间，无论是民生产业还是宇航产业，日本被中国全面超越将成为现实。日本的亚洲领袖梦啊，该醒了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